在我给陆家言当了3年的白月光替身后，白月光突然带球回归。陆家言为了弥补，我给了我1000万，我趁他后悔前立马携款逃跑。当变成富婆的我和其他男人搂搂抱抱时，陆家言破防了，哭着求我回心转意。我嘲讽道：“你以为只有你有白月光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我找到陆家言时，原本应该在上海出差的他，却在酒店的豪华大床房上和他的白月光林淑柔卿卿我我。桑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陆家言看到我时，满脸震惊，慌乱地抢过被子遮掩身体。他身边的林淑柔还娇滴滴地往他怀里钻。陆家言，你在外面乱搞就算了，你还搞出人命来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擦了擦眼角的泪痕，吼道。听罢，陆家言非但没有愧疚，反而发怒道：“桑宇，请你摆正自己的身份，你就是柔柔的一个替身而已。”此刻的林淑柔哭得梨花带雨，对不起家言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和小雨吵架。林淑柔缩在陆家言的怀里，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我不求一个名分，只想和家言在一起。说完，林淑柔还矫揉造作地哭了起来。若我不是她的大学同学，我可能都要被她这些手段给欺骗。我和陆家言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他当时喜欢我们学校的校花林淑柔。但是那个时候的陆家言一穷二白，林淑柔正眼都不愿多瞧他一眼。即使陆家言怎么舔，林淑柔也只是把他当作备胎而已。不仅对陆家言如此，其他追求者亦是一样。林淑柔不满足这几个追求者们，还把其他有女朋友的男生哄骗过去。被抢男朋友的女同学们因为林淑柔在学校的地位也是敢怒不敢言，甚至有好几个女生因为被抢男朋友这件事，一时之间无法接受，跳了楼。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淑柔和这件事有关，最后只能怪女生自己想不开。后来林淑柔和一个有钱的富二代一起去了国外后，就杳无音讯。因为我的眉眼长得像林淑柔，所以在林淑柔出国后，陆家言对我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虽然陆家言这人穷，但是能力并不差，加上因为某些原因，我和陆家言在毕业后就结了婚。陆家言这个人挺争气，在我们婚后1年，我们所创办的公司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。而这时，林淑柔又不知为何回来了，还和陆家言取得了联系。这时，我的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我浅笑出声，终于可以不用陪他们玩了。你不要名分是吗？我缓缓走到林淑柔面前，面带微笑。陆家言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桑宇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名分，那我偏偏要给你。陆家言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叹了一口气。他们没想到我会这么做。陆家言明显愣住了，片刻后才开口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当然是真的，真金都没我说的话真。因为我的主动退出，成全了陆家言和林淑柔，所以他对我有些愧疚。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补偿你。那你愿意把公司让给我吗？我笑盈盈地问他。刚刚还说愿意用一切补偿我的陆家言刹那间变脸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除了公司。那就给我1000万吧，公司的股份我也可以让给你。我改变了主意。陆家言咬了咬牙道：“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签完离婚协议书的那日，陆家言很信守承诺地把1000万转到我的账上。陆家言一改往日谦和的模样，啐了一口：“替身就是替身，真上不了台面。”你说的没错，替身果然上不了台面。
本来陆家言还是有半分像他的，可现在这副嘴脸的陆家言却让我作呕。他说的没错，替身再好，也没有白月光香。在一个客户举办的酒宴上，我再一次看到了陆家言和林淑柔。我端着酒杯，慢条斯理地看着陆家言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林淑柔。蓦地，忽然有个人站在我的身边，开口道：“这就是你的前夫。”当我看到对方的脸时，硬生生把刚刚那句多管闲事给憋回了肚子里。贺学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没想到在酒宴上竟然还能见到多年未见的暗恋对象贺之北。贺之北还是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。我前阵子刚从国外回来时就听闻了，他们都说陆家言找你只是当林淑柔的替身。没想到贺之北居然还知道我的事。我低垂着眉，躲避着他的目光。可下一秒，贺之北突然语出惊人：“做别人的替身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做我的妻子。”饮了一口酒的我被他的话猛呛了一口。可嗨，贺学长，你在说什么？贺之北见状关切地轻拍我的背，语气却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桑榆，我是认真的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但是贺学长，我和贺之北的举动吸引到了陆家言和林淑柔的注意。还未等我说完话，陆家言就走了过来。他眼里充满不屑，还说我不要脸。我看你也挺不守妇道的，这才离婚没几天，你就又勾引上男人了。我正想开口的时候，贺之北却挡在我的面前，慢条斯理道：“他没有勾引我，是我上赶着求他看我一眼的。”贺之北的一句话堵得陆家言哑口无言。站在一旁的林淑柔却突然出了声，仔细一看，这位先生和家言竟然有几分相似。原本还吃瘪的陆家言瞬间得意了起来：“我把你当替身，没想到你真对我动了情，连找下一任都要挑和我一样的。”我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，仔细端详了两人一番。贺之北倒也不恼，任由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半晌他还打趣道：“看完了吗？”我后知后觉地才注意到他望向我时炙热的眼神，当时脸颊发烫。反应过来的我立马别开脸，对着陆家言嫌弃道：“撞脸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”贺之北的眉眼确实和陆家言有些相似，但是他的五官更加立体和深邃，相比之下更为大气。明眼人一见就知道谁的样貌更为高级，陆家言只是一个低配版的而已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自陆家言走过来时，林淑柔的脸色就有些不对。被当众揭短的陆家言脸面上过不去，恶狠狠地开口：“你就是记恨我甩了你，又抢了公司，我可以理解。没想到过这么久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普通又自信。”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眼神里充满了嫌恶。你就这么心大，一点都不知道公司发生了什么？站在一旁的林淑柔听到我的话后，顿时脸色就变了。陆家言见状都顾不上来反驳我，连忙对着林淑柔解释：“小柔，你别听这个疯女人瞎说，我的公司一点问题也没有。”林淑柔气得不听他的解释，甩了脸就走。陆家言赶忙过去，走之前还不忘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：“贺学长，谢谢你替我解围，刚才的事情我就当没听见。”说完，我正准备离去，突然我的手臂被一股大力给拽住，下一秒跌入他的怀抱。如果我说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呢？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早就在一起了？我自己都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来到了民政局。当我和贺之北踏入大门的时候，上次给我办理离婚的大妈看到后还打趣道：“
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够速度的。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脑子抽风了，还是受了刺激了，竟然说出是真心的话，那就去民政局这种话。更离谱的是，贺知北居然答应了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我给拉过来了。我以为贺知北至少会纠结一下，谁曾想他毫不犹豫地在登记表上填好自己的信息。能和年少时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慕对象在一起，是我做梦都会笑出声的地步。可明明就要实现了，我却无比忐忑地坐在登记处，迟迟没有落笔。如果你后悔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贺知北不急不缓地说道。我抿了抿唇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半晌才开口道：贺学长，和我结婚，你会后悔吗？永远都不会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我脑子都是懵的。我一直暗恋的贺知北竟然真的成了我丈夫了。可就在我刚到家楼下时，就被陆家言堵住了去路。桑宇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陆家言哭着苦苦哀求道。才几日不见，陆家言一改之前意气风发的模样，极为落魄。陆家言虽然才能不错，但是自从公司迈入正轨之后，他就无心经营，一直都是我在打理公司，他除了应酬和出差之外，就是吃喝玩乐。公司一直都是我在打理，所以自从我退出之后，不少核心人员都辞职，就连之前谈好的投资也纷纷取消了合作。这下陆家言的公司彻底黄了。见陆家言落魄了，林书柔也立马跑路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当时喜欢的人不是林书柔，而是你啊！陆家言抹着眼泪，一脸心痛地说道。听了陆家言的解释，我才知道，当时他第一眼喜欢上的是我。但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拿着我的照片去找我时，被其他同学误认为是林书柔。我和林书柔长得有些相似，站在远处看时，确实容易分不清。加上林书柔又是校花级别的人物，所以陆家言自然而然以为我就是林书柔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你或许不知道一件事吧，虽然我不是替身了，但你是啊，我笑得明媚。陆家言像是五雷轰顶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难道你喜欢的是贺知北？如果不是因为陆家言像贺知北，我才不会答应他后来的求婚。但陆家言接下来给我看的照片，却让我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那你看看这张照片吧。照片里的人是林书柔和贺知北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样子极为熟人。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我故作风淡云轻地问道。陆家言垂着眉，突然说道：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别被骗了。林书柔的前夫也姓贺，可是在我对大学生活的印象里，他们两个人完全没有交集。不对，他们有过一次见面。知道贺知北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才进入学生会没多久。那时的我身为学生会传媒中心的干部，要给一些优秀的学长学姐做采访，而贺知北就是其中之一。见到贺知北时，我当场就愣在了原地。学校里不乏长得好看的帅哥，但都没有贺知北惊艳。棱角分明的脸庞勾勒出完美的弧线，纯黑的头发映衬得他面孔格外白皙清俊，一双眼眸澄澈似水。请问你是传媒中心的桑宇吗？贺知北问了我好几遍，我才缓过神来，讪讪应答。在我提问的时候，接连磕巴了好几下，在场的人都看出了我的不自然。可唯独贺知北却没有打破我的尴尬，反而还一直宽慰我。在采访结束的时候，我扭扭捏捏地收拾东西，因为我还不想走。从刚才开始，我心里就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贺知北，但我知道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私人了，
所以一直不敢问出口。就在所有人都要离开的时候，贺知北突然把我拉到人群的最后面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想问我的？我心一惊，小声嗫嚅道：有这么明显吗？头顶上传来他的轻笑，你就差把字写在脸上了。当时我的脸红了一大半，我脑子一热，问道：贺学长，你有女朋友吗？贺知北偏着头努力思考了，现在还没有，不过很快就有了。很快就有了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贺知北有喜欢的人了？可后来我调查了很多关于贺知北的很多事，都没看到他和哪个女生有过多的接触。有次学校举办篮球赛，贺知北作为校篮球队的一员上场打比赛。他的球赛我自然不会错过，早早就占了座位观看。没多久，体育馆内就出现了熟人，是林书柔和陆佳妍。林书柔作为啦啦队出现，而陆佳妍对篮球并不感兴趣，她来则是为了给林书柔加油打气。中场休息时，林书柔还特意走到贺知北的休息区，给他递水。站在远处的我拿着矿泉水，一脸尴尬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。林书柔是我们学校公认的千金校花，换成谁都会选择她。可贺知北却径直地走向我，一手拿过我手里的矿泉水，仰头灌了好几口。他逆着光站在我面前，我望着他上下滚动的喉结，一时之间又神游天外。愣着干什么？这瓶水不是给我的吗？贺知北的发梢被汗水浸透，可样子却并不狼狈。站在不远处的林书柔脸气得通红，从我身边走过时还咬牙切齿道：贺知北，早晚是我的。我那个时候并不在意林书柔的话，可没过多久，林书柔就去了国外。就在我以为我会和贺知北在一起时，没想到他也出了国，而且他不曾向我透露过一句出国的事。自从那日之后，陆佳妍每日都要向我献殷勤，就连我和贺知北吃饭，他都要出来找一下存在感。陆佳妍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坐在了贺知北旁边，又添了几道菜。陆佳妍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和桑榆已经离婚了？贺知北夹了一块牛肉给我。上了菜之后，陆佳妍把贺知北点的菜挪开，夹了一只虾给我。正当我皱着眉要开口时，贺知北率先把我碗里的虾给夹走了。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：你和小雨结婚那么久，你都不知道他对虾过敏吗？不只是陆佳妍，包括我都意外，我没想到贺知北居然知道我对虾过敏。陆佳妍讪讪地看了我一眼，样子有些像滑稽的小丑一般。现在可以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和我的妻子吃饭了吗？贺知北睨了陆佳妍一眼，顺手又给我夹菜。听到这句话的陆佳妍顿时愣在原地，妻子是什么意思？你向桑榆求婚了？不是求婚，而是我和桑榆已经是合法夫妻了。贺知北漫不经心地说道。我很佩服贺知北的语言杀伤力，仅凭一句话就让陆佳妍顿时失去了分寸。陆佳妍气得当场离席，愤恨地对贺知北说道：我会让桑榆知道你的真面目的。没有了陆佳妍，我和贺知北吃的这顿饭无比愉悦。我们俩都喝了一点红酒，没有坐车回去，而是选择了散步。我和贺知北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。你对陆佳妍旁边那个女人有印象吗？她还是我们的大学同学。贺知北否认道：我不认识她。深秋的晚风袭来，裹挟着一丝冷意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的肩膀上就多了一件男士的风衣。你把衣服给我穿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见贺知北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，不免有些担心。贺知北却耸了耸肩，轻笑道：
我记得你从前和我说过，我厉害的好像无所不能，所以我当然也不会怕冷。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贺知北居然还看过并且记得我稿件里的内容。当时采访完贺知北后，我回去就写了介绍他的稿件。这种发在学校公众号的推文，学生一般不太会关注，所以这点让我有些意外。风愈来愈猛，贺知北嘴上说着不冷，可鼻尖却已经冻得通红。我拉着他的手揣进自己兜里，他顿时一僵。我别扭地说道：“怕你冷，给你暖暖手。”下一秒，我就被贺知北拽入了怀里，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脑袋，我贴在他的胸膛上，心脏跳动的声音清晰可闻。这样就更暖了，贺知北轻声笑道。我犹豫了半晌，问道：“贺学长，你为什么要娶我呢？”对于贺知北这样优秀的人，我确实不是良配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呀。可那你为什么要突然出国呢？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微博炸了。林书柔在微博里发了一段控诉的视频，指责贺知北抛妻弃子和身为富婆的我结婚。屏幕里的林书柔一边娇滴滴地哭，一边控诉贺知北的种种恶行。不愧是绿茶，他这一番话博得了大众的同情。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都是在指责贺知北和我，称我们为狗男女。对于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我拿着手机屏幕递给贺知北。贺知北看了一眼，眉头微微蹙起，半晌才得出一个结论：我对狗男女这3个字并不认同，我们明明是合法夫妻。我咬了咬嘴唇，问道：“你真的和林书柔不熟吗？”彼时的贺知北把手机丢到一旁，过来轻轻抱住我，相信我，我会解决好这一切。林书柔发在网上的视频突然被人黑掉了，这件事还是陆佳妍告诉我的。小雨，你以为贺知北真的喜欢你吗？虽然我之前明确拒绝了陆佳妍，但是他仍然不放弃。我烦透了陆佳妍这副嘴脸，我和贺知北怎么样都和你没关系。陆佳妍抓着我的手，像患得患失的小孩一样，惶恐道：“我知道你喜欢贺知北，他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呀，我可以当他的替身。”我是第一次见到陆佳妍对我表现出这副神情。之前的我身为林书柔的替身，陆佳妍对我一向都是淡漠的，偶尔想起林书柔时才会叫我过去。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承认呢？贺知北就是为了林书柔才出国的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吧？陆佳妍抓着我的手，声嘶力竭地吼道。我睨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你这么说，有证据吗？”我刚刚看到他们2个人在一起，不信我带你去看。陆佳妍拽着我非要带我去。我倒很好奇，这次陆佳妍要给我看什么东西。陆佳妍带着我驱车到了一家酒店里，在上楼之前，她还特地给我买了一瓶水。怕你口渴，给你买的水。说罢，陆佳妍还特别好心地把瓶盖拧开，递给我喝。我接过矿泉水，搁置在了一旁，道：“我现在口不渴，不想喝。”彼时的陆佳妍面露难色，低垂着头委屈道：“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，连我请你喝一杯水你都要推辞。”我嘴角一弯，拿起那瓶矿泉水饮下几口。这样你开心了？没过一会儿，我的意识开始涣散，我感觉到陆佳妍背着我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。贺知北和林书柔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们？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问道。在我问出口之后，林书柔才缓缓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桑雨，我会和贺知北说你对陆佳妍念念不忘，要和他离婚的。说罢，林书柔对着陆佳妍说道：“趁他现在昏迷，你快点上，不然被贺知北发现就不好了。”
陆家言按照林淑柔的指示，开始退进自己的衣衫。就在他要爬上我的床时，突然听到“砰”的一声，是陆家言被我踹到地上的声音。你怎么会醒着？你不是应该……陆家言惊恐地望着我。我微笑地看着陆家言和林淑柔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恰恰相反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掸了掸上面沾染的灰尘，慢慢靠近林淑柔。你以为你能那么容易得逞吗？我贴在他的耳旁轻声道。当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大门被打开，一群警察蜂拥而入，跟在警察身后的是贺知北。我到了酒店后，就给贺知北发了定位，幸好他及时带着警察赶到。我故作害怕的模样扑入贺知北的怀抱，瑟缩着说道：“贺知北，刚刚陆家言给我喝一瓶水，喝完我就脑袋昏昏的了。”贺知北用眼神向警察示意了一下，警察立马去搜寻了那瓶水的下落。半晌，他们在陆家言的车上找到了那瓶未扔掉的水。见状，胆怯的陆家言立马露了馅，他不断重复道：“我是清白的，这一切都是林淑柔做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”可一旁的林淑柔却表现出一副无辜的表情：“陆家言，你怎么能随意冤枉人呢？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林淑柔很聪明，因为她抹掉了自己的相关痕迹，所以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而陆家言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给我的那瓶水里含了违规药物，先暂时收押在警局里。贺知北陪着我一起去警局做了笔录，那天林淑柔也在。从警局里出来，林淑柔极为得意地看着我，走到我的身边耳语道：“桑榆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在国外的3年，可都是贺知北陪着我呢。”我却不恼，提高了音量：“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我和贺知北可是合法夫妻。”听到这几个字，林淑柔脸上的笑挂不住了，瞬间垮了下来。“桑榆，别得意太早，贺知北迟早会回到我身边的。”站在一旁的贺知北不耐心地道：“林淑柔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我和你没有半分关系。”说罢，贺知北立马带着我走了。“现在你还承认自己不认识他吗？”我拉着贺知北的手，心平气和地问道。贺知北低垂着眉，声音听上去有些闷闷的：“对不起，小雨，我不该骗你的，我确实和林淑柔认识。他告诉我，林淑柔其实是他的嫂子。某一次贺知北的哥哥来学校找他，恰巧被林淑柔撞见。林淑柔追贺知北不成，只好反其道而行之，选择追他的哥哥来靠近他。贺知北的哥哥见到林淑柔之后，一下子就沦陷了，非要娶林淑柔为妻。贺家大部分都因为工作的关系定居在国外，贺知北的哥哥也不例外，去了贺父所在的美国。因此，林淑柔即使不愿出国，但最后还是不得已离开。即使成了贺知北的嫂子，林淑柔依旧没有打消自己对贺知北的想法。贺知北的哥哥其实能力并不出众，虽然是富二代，但其实以后掌权的还是贺知北。为了不让贺知北和我在一起，他故意在国外搞事，气得贺知北的妈妈进了医院。贺知北的哥哥又是一个恋爱脑，对林淑柔更是一个狠话都说不出口。为了解决这堆破事，贺知北只能去国外解决。后来因为照顾生病的贺母，在国外滞留了很久。贺母病好后，就勒令林淑柔和其子离婚，贺知北这才回国。只可惜这次警方不追究林淑柔的责任，贺知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我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林淑柔会受到惩罚的。”
贺知北以为我这不过是安慰他的一句话而已，但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上次林书柔在网上控诉的事情有了后续，不知是谁在论坛上发布了关于林书柔的事，甚至把她在大学里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搜刮了出来。原本网上许多支持她的舆论一下子就倒向了我们这一边，不少人还越挖越起劲，把她以往在高中时霸凌同班同学的事情都曝光了出来。林书柔顿时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名声也因此臭掉了。这些还是我公司里的职工和我说的。我拿着陆家岩给我的1000万，重新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公司。因为我之前在公司的声望，所以不少老员工都跳槽来到了我这里。没想到和员工一忙，就忙到了大晚上。新公司离家不远，我忘了开车过来，所以走路回家。在路上恰巧遇到了来接我的贺知北，我有些意外，你怎么来了？贺知北把我拥入怀里，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晚上走夜路危险吗？我能有什么危险？我的脸抵在他的下颚上，还不忘蹭了他几下。不知为何，贺知北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凝重。小雨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早点处理好林书柔，不然我们早就能在一起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这并不是你的错。贺知北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给制止了。我瞥了一眼身后暗处的地方，道：我有点饿了，你能帮我去前面超市里买一些吃的吗？贺知北点了点头，让我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不要乱走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加之又入了冬，所以街上并没有什么行人。待他离开后，我对着藏在暗处的人道：他已经走了，你可以出来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林书柔便从暗处走了出来。没想到你会把他给支开，真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我怕一个失败者做什么，反而我还要可怜你。我笑着拨弄自己的发梢。听到此，林书柔姣好的面容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。桑榆，少露出这副得意的面孔，这不过是一时的，贺知北早晚会和我在一起。他这个样子并不让我觉得可怕，反而觉得很可悲。我反问道：你真的喜欢贺知北吗？林书柔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顿时愣在了原地。过了片刻，才声嘶力竭地吼道：你懂什么？我当然喜欢贺知北了。是吗？我莞尔一笑，是因为那么多人喜欢你，唯独贺知北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气不过，才非要争贺知北。除此之外，你也是看贺家有钱，所以才非要和贺知北在一起，对吧？我继续补充道。贺知北的家人都在国外，所以具体的家庭情况很多人都不知晓。其实贺知北是美国一富商的儿子，他们家都是商人，生意涉及许多国家和大洲。林书柔虽然脸蛋生得不错，但是家庭却很一般。他还有一个弟弟，他家里人重男轻女，所以对林书柔很一般。才不是，到现在了，林书柔依然在自欺欺人。他看中的不过是你的脸而已，我明明比你好看，他看上的人应该是我。彼时的林书柔越说越激动，蓦地，他从包里掏出来一把水果刀，他两手握着刀柄，眼神变得可不起来。是你一次次毁掉我精心策划的好事，网上那些事也是你爆料出来的吧？我没有否认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而已，和别人无关。桑榆，我要你下地狱！林书柔的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，恶狠狠地朝我走来。我没有躲，而是站在原地看着他，平静地问道：你真的敢动手吗？果然，听到这句话的林书柔握着的手颤抖了一下，大惊失色地看着我。虽然林书柔是一个狠角色，但是她也有点脑子，这么做只是想吓我一下，
让我服个软而已。但是我不会让林淑柔如意的。我看着不远处提着购物袋回来的贺知北，突然握住了林淑柔的双手。你不敢，但我敢。林淑柔吓得脸色都发白了，哆嗦着双唇，断断续续地问道：桑榆，你想干什么？只听见呲的一声，是刀尖没入血肉的声音。在我的意识开始涣散之前，我听见贺知北大喊我的名字，朝着我奔来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一旁的贺知北见状，赶忙问：小雨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我没事。我有气无力地看了贺知北一眼，虚弱地问：林淑柔现在怎么样了？贺知北咬着牙愤怒地说道：现在已经被关押在拘留所里了，事到如今他还来诬陷你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垂眸，捂着伤口，面容痛苦地看着贺知北。知北，我的伤口好痛。他说什么，其实我能猜得到，无非就是我动的手，和他没有关系。但是证据确凿，林淑柔想要抵赖也无用。我的伤势其实并不算重，只是看着很可怖而已。即使林淑柔被判刑，也不会被判多久，没几年她又可以出来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太便宜她了。贺知北立马关切地去喊医生过来，但我却制止了他。我知道林淑柔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就别告她了。这句话让贺知北一懵，我都已经找好律师了，你放心，这次林淑柔逃不过的。我看得出贺知北这次真的动真格的了，可我却低着头，嗫嚅道：我上次看见林淑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，可能是生病了吧，所以我能体谅她的。贺知北是一个聪明人，顿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既然他精神有问题，那就让他在医院里好好待着吧。贺知北冷声地说道，但下一秒望向我时，眼神又变得柔和。做完检查报告后，没几日就有了结果。林淑柔被诊断有精神病，还会有伤人的风险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被送到了一家与外界隔绝的精神病医院中。医院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疯子，医生和护士都把林淑柔当作病人对待。就算她现在没疯，要不了多久，她的精神状况也会出问题。我病好出院的那日，我去医院看望了林淑柔。眼前的女人已经没有了昔日貌美的面容，而是蓬头垢面，但眼神里还是充斥着狠戾。桑榆，你个贱人，你别以为你这么做就能困住我。到现在他居然还会有不符实际的幻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好心让他认清现实吧。我挑了挑眉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和陆家言那天会被我当场捉奸？你以为只是偶然吗？为什么你能顺利把视频发上网？我没有第一时间黑掉，而是等舆论发酵之后。故意伤人罪本来应该是要坐牢的，可是你却到了这精神病院。现在知道也不迟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计划的。我算准了你会拿着刀过来，所以才会借你的手刺我自己一刀。就连你在国外和贺家父母争吵的事情，我也有参与。我在嫁给陆家言之后，我就得知了贺知北在国外的事情，所以开始慢慢谋划。我不仅要让贺知北回到我身边，更要让林淑柔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贺母病的时候，还是我联系相熟的医生去看的病，还通过医生吹耳旁风，让他们互生嫌隙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不就让你和贺知北分开几年而已，你居然这么狠心！林淑柔顿时崩溃了，整个人面无血色的大吼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你还记得学校那年有个女生为了情伤寻了短见吗？那个人是我的朋友。从病房出来的时候，
我就看见贺知北站在不远处等我。你觉得我是不是个很狠心的人？陆家言被拘留又破产，林淑柔被永远关押在精神病院，我忽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贺知北用手刮了刮我的鼻子，宠溺地说道：“才没有，我的老婆是天底下最温柔的人。”我们渐渐地从昏暗的医院里走了出来，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。我笑道：“老公，我们回家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